保密信息当儿戏，俄新兵又遭海马斯袭击，400朝鲜军遭遇集束炸弹袭击，12秒被团灭，竟是假新闻。北约向乌提供500亿贷款，俄进攻多路受挫，专攻为首。以色列秘密隐身无人机曝光，韩国展示新型弹道导弹，美日启动利剑专项军演，4.5万人参与夺岛作战、伞兵空降等项目。近日，俄罗斯军队再次在乌克兰南部被乌军精确打击，这已是乌克兰军队在800公里前线范围内对俄罗斯训练部队的第7次袭击了。据悉，最新的袭击发生在扎波罗热州，这些俄罗斯军人公开集结进行训练，却成为了乌克兰最强火炮的目标。在当天袭击中，乌克兰无人机首先发现了俄军的集结情况，并将坐标传递给了乌克兰的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炮兵部队。随后，一枚重达660磅、装有数百枚手榴弹大小子弹药的火箭飞速落下，对目标区域进行了致命打击。现场画面显示，乌军无人机全程在空中监控，负责评估海马斯的打击效果，以防止打击不彻底，出现漏网之鱼。而俄军的远程火力大多是没有无人机能对其打击效果进行评估，基本全看经验。据报道，这次空袭的无人机属于乌克兰黑森林无人机小组，该小组使用乌克兰国产的鲨鱼无人机进行侦察定位。黑森林小组的士兵彼得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人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火炮的运用方式。以前，火炮和多管火箭系统必须通过成批轰炸整个区域来达到效果，而现在无人机使火炮和发射系统可以逐一精准发射。黑森林小组此前曾在红军村作战，通过发射重28磅、配备摄像头的鲨鱼无人机，狩猎俄罗斯的防空部队。而这次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表明，该小组又转移到了不同的前线，或者至少派遣了一部分无人机和操作员到南部战线协同作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和黑森林协同作战的第128山地旅已在扎波罗热州坚守了1年多的时间。虽然作战经验丰富，但一直缺乏休息。黑森林小组的到来可能也是为了帮助该部队缓解压力，能够实现部分部队的轮换。黑森林小队的乌克兰鲨鱼无人机是基辅技术公司 UK Spec System 在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开发的新装备。该公司负责人卡萨波夫表示，我们决定简化 PD2 无人机的复杂功能，研发出一种更为简易、易于量产的无人机，而且需要具备执行侦察和炮火调整任务所需要的足够载荷。鲨鱼无人机的最大控制距离达到了60公里，几乎与美制的 M30、M31 火箭的射程相匹配，这使得两者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战斗组合，大幅提升了乌克兰军队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战争初期，黑森林小组的侦察行动大多集中在距离前线数英里的范围内，而如今随着能力的不断提升，他们的任务范围已经延伸到30公里甚至更远。而俄罗斯军队即便已经吃过多次亏，依旧没有长记性，竟然把新兵训练的位置安排在了海马斯火箭弹极限距离10公里之内。这次精准袭击不仅展现了乌克兰不断提升的远程打击能力，也暴露出俄军指挥官的疏忽大意。但大兵更关注的是，为什么类似的事件屡次发生，俄罗斯却没有进行任何改进呢？首先，我们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虽然黑森林小组的无人机侦察范围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想在茫茫战区恰好巡逻到俄军训练的位置，是概率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无人机抵达之前，乌克兰军队可能就已经获得了俄罗斯训练地点的具体情报。三木智库指出，俄罗斯的密码水平虽然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由于其目前的军事通讯极其依赖电报等社交软件，所以需要经过乌克兰电信运营商的信段接入互联网。虽然其可能采用了 VPN 等加密模式，但依然为破译泄密创造了条件。例如2023年4月被美国媒体泄露的标为机密的文件，详细描述了俄罗斯国内情报部门与俄罗斯政府之间在计算在俄罗斯士兵人数方面的争斗。
该文件就是经由社交网络传播时被乌克兰情报机关截获的。这等关乎俄罗斯政府脸面的机密都能泄露，就更别说底层作战部队的各种信息了。其次，北约国家的支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美国的卫星就一直在监视着俄罗斯全境。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英国、法国也加入其中，乌克兰指挥官几乎能从北约获得实时的俄罗斯卫星监控图，这使得俄军无法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来发动奇袭。而这次新兵训练的参与人数高达几十甚至上百人，在卫星图上已经属于比较大的信号了，可能是北约情报机关将该信息透露给了乌克兰。以上这些情况，俄罗斯自然也很明白，但他为什么不改进，那就说来话长了。首先，由于长期的经济和进出口制裁，俄罗斯几乎在所有有关电子行业的领域，尤其是在无人机技术、通信技术等方面，与乌军存在差距。那么，即使意识到了问题，也可能难以迅速弥补这一差距。俄军只能在整个俄乌战场上忍受信息获取能力被完全压制的劣势。其次，大多数俄罗斯军人面临训练不足、安全意识单薄的问题。他们在作战期间随意地使用手机，甚至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和部队所在的照片，这使得乌军可以轻松地找到他们。而且，由于俄军通讯极其依赖个人手机，因此俄军指挥官根本无法禁止这种情况。俄军内部长期存在的管理问题，比如指挥体系不灵活、反应迟缓、贪腐导致的装备质量问题等，也让该行为成为俄军的绝症。俄军曾经试图通过立法来禁止士兵玩手机，但最终失败了。最后，当前俄军已经陷入了焦头烂额的情况。俄乌战线近1年来几乎是没有太大变化，恰西夫亚尔、托列茨克等关键地点仍然在乌军手中。战线最大变化的反而是乌军发起的库尔斯克攻势，这导致了俄军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放在正面战场，而要提高信息安全能力，需要额外投入的精力和资源。显然，俄军在该方面已经捉襟见肘了，只能再苦一苦刚刚被抓来的田线宝宝了。当然以上仅代表大兵的个人观点，大家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此外，最近有台媒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第一批援俄先锋营正式进入库尔斯克前线并投入首战，但却遭到乌军美制集束炸弹的歼灭，还放出了12秒所谓的作战视频。由于大兵追溯原视频时，该视频已经删除，同时根据保留的快照，可以判定所谓的朝鲜先锋营应该是俄罗斯部队。目前，大兵还没有找到任何朝鲜部队在俄乌战场作战的视频。另外，该新闻声称的朝鲜军队在冲锋时，不仅选择了一片开阔地，还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冲锋，这就有些搞笑了。首先，朝鲜部队早在3个月前就进入俄罗斯了，其训练时间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俄罗斯新兵，不可能会采取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从开阔地向乌军冲锋的战术，任何人都知道这等同于自杀。另外说，朝鲜军队在冲锋时喊口号，也大概是作者凭借其刻板印象编造的。朝韩已经在边境爆发过多次冲突，从之前的情况看，朝鲜非常专注于渗透作战，其部队曾多次非法穿越朝韩边境。虽然其部队可能面临训练不足或者精神状态不健康的情况，但像古代军队一样喊着口号进行自杀式攻击，大兵个人认为还不太至于。虽然朝鲜部队已经抵达乌克兰，但目前从已知信息上来看俄军更希望让朝鲜部队作为2线。毕竟，如果让外国友人和田线宝宝一起送，可能会损伤普京和金将军的兄弟情，也有碍俄罗斯的国际观瞻。10月22号，欧洲议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贷款，英国承诺提供22.6亿英镑。美国也承诺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加上7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承诺，乌克兰有望获得超过500亿美元贷款，这将有效缓解乌克兰2025年的国家预算压力。此外，法国向乌克兰提供了2亿欧元赠款，用于人道主义援助。预计在明年1月美国大选后，欧盟、北约及欧洲各国还将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乌克兰经济在2025年预计不会出现大问题，而西方的军事援助及解除武器限制对支持乌克兰赢得胜利显得尤为重要。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在装甲车和大炮的支援下对伊万诺夫卡发起反攻，乌克兰第47旅成功击溃了驻守在伊万诺夫卡的俄军，俄军对普列霍沃的反击也被乌军击退。此外，乌军还使用了 GMLRS 导弹轰炸了库尔斯克的俄军集结地，导致俄军损失急剧增加。有报道称，俄军第155海军陆战旅第3营第4连第3排在10月16号在苏贾附近被全歼了，现场照片显示无一幸存。同时，乌军也在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朝鲜士兵。俄军计划在明年2月1号前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的目标，看来是难以实现。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对塞里多夫、赫里尼克和库拉霍沃的猛烈进攻进展不大。在乌赫莱达尔方向，俄军的多次攻击遭遇挫败，想要继续推进将付出巨大代价。在恰奇夫亚尔方向，俄军的进攻被乌军成功击退。整体来看呢，俄军仍然采取了不计代价推进的战术，但其损失正在急剧增加。乌克兰国防部在10月23号公布了俄军的损失数据，显示俄军人员、装甲车、火炮和加油车的损失居高不下，即使寻求朝鲜的帮助，也难以扭转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向乌克兰转移了11亿美元，用于非军事预算支出。而美国财政部将在下周宣布对俄罗斯的新制裁，以遏制其军事潜力。此外，在美国发出警告后，土耳其也支持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泽连斯基在最新的采访中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缓慢下滑，反战情绪将在俄内部逐渐升温，预计俄罗斯未来多年都难以恢复。面对朝鲜士兵的加入，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需要找到削弱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有效方案。法国媒体图片报报道，据多方消息，法国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向乌克兰交付3架幻影2005战机，这一数字此前从未由爱丽舍宫或者法国军队公开宣布。根据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10月8号的解释，这些幻影2005将于2025年初交付，期间将进行必要的改装，并为乌克兰飞行员及机械师提供培训。当论坛报就此事向法国国防部询问时，其不愿意就此发表评论。近日，一份未经授权的美国情报文件泄露，揭示了以色列一款名为 RA-01 的秘密无人机的存在。这些文件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据报道称 ，RA-01 主要是用于隐秘任务，具备远程侦察和可能的打击能力。以色列在无人机领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使得 RA-01 的无人机存在十分合理。这种无人机具备远程侦察和可能的打击能力，可能在以色列对伊朗的重大打击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文件并未提供关于 RA-01 的设计、能力或数量的详细信息。它的名称呢，可能意味着其具备侦察与攻击能力，这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对以往无人机的命名方式一致。文件指出 ，RA-01 可能在演习期间从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的拉蒙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任务。拉蒙基地是以色列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驻扎着多种先进战机和攻击直升机。专家和观察人士已经确认，拉蒙基地东北角有2个独立的围栏区，可能是 RA 无人机的藏身之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在1990年代就曾开发出一种名为 HA-10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具备雷达和红外信号减弱功能。RA-01 可能在设计和功能上与类似于美国的 RQ-170隐形无人机。据日本读卖新闻10月22号的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从23号开始启动了代号为“利剑”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美日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及各大基地举行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演习将持续到11月1号。这次演习旨在增强日美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特别是在冲突中对医疗体系的保障。利剑演习每2年举行一次，本次呢是第17次，共有约4.5万人参与本次演习，
约40艘舰艇及约37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与其中。此外，日美双方还将首次在演习中采取多项行动，包括将西南诸岛前线受伤的自卫队员通过冲绳本岛转运至关东和九州的自卫队医院，进一步提升有事状态下的医疗救援能力。演习中，日美双方将充分利用约30处民用机场和港口，包括进行岛屿防卫的登陆作战、空降部队的空降演练以导弹防御在内的各项实战演练。这些演练的目的呢，是在提升双方在岛屿防御和紧急情况下的协同作战能力。在演习启动前夕，10月22号，日本长崎县的佐世保基地举办了联合记者会。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吉田圭秀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蒂芬·凯勒共同出席。吉田在会上指出，日本周边可能发生类似于乌克兰或中东地区的严重事态，因此必须强化美日的遏制能力，以应对可能的危机局面。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10月22号报道，韩国最新最大的弹道导弹公开亮相，展示了其对朝鲜不断增强的威慑能力。然而，首尔方面对该导弹的具体性能和作用依然保持保密状态。在24年10月1号举行的第76个国军日纪念活动上，韩国在首尔空军基地举办的仪式中展示了最新的弹道导弹系统，外界猜测其名称为玄武5。尽管导弹本身并未完全曝光，但现场可以看到2辆载有导弹发射筒的9轴移动式发射车。从发射筒尺寸来看，这款固体燃料导弹的载荷明显超过了韩国此前开发的任何导弹。尽管这一展示备受期待，但韩国官员对玄武5导弹的性能几乎没有透露太多信息，因此该导弹系统的许多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确认。阅兵后发布的官方声明中，甚至是没有提及导弹全名，仅称其为一种超高威力弹道导弹。然而，从导弹发射筒的标志来看，这显然是玄武系列不断扩大的家族中的一员。早在22年10月4号，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在国政监察会上曾无意中证实了玄武5的名称及其研发状况。根据会议记录，韩国正在研发一种总重36吨、弹头重8吨的导弹。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